和裴商结婚1年的纪念日当天，我还没睡醒，就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他嗓音里带着一丝落寞，心情不好。不过了，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揉了揉朦胧的眼睛，一时没反应过来裴商在说些什么。见我不说话，裴商在对面咬牙切齿：沈羲之，你是不是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我敏锐地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，大脑飞速运转，才想起来，今天是我和裴商结婚1周年纪念日。我和裴商是商业联姻，还是裴家单方面扶贫的那种？我家的产业被我爸的私生子玩得快要破产时，我爸忙得焦头烂额，被别人提醒才想起来国外还有个自生自灭的女儿。为了保住沈家的家业，他二话不说把我从国外找回来。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我和裴商领证。领证当天，裴商脸色难看，可是耐不住裴家施加的压力，和我领了证。他的初恋白青得知他结婚后，果断地去国外进修。回国的时候，我就查过白青，他是从底层杀出来的一匹黑马，旁人都能看得出他在裴商身边只是为了图他的钱和权势的便利，只有裴商看不出来，一心认为白青爱他，爱到无法自拔。可比起我这个破落千金，裴家二老更不愿意让这样的人进家门。我一回国就着急忙慌地安排我和裴商领证，断了他们2人的念想。我在裴商身边的这1年，他一直觉得是我拆散了他和白青，对我从来都没有好脸。白青走了多久，他就给我冷脸多久。裴商就是一心只知道情爱的草包，为了情爱，甚至连公司都不顾。不过我也不在意他对我的态度，我嫁给他也只是为了躲国外的那条疯狗，那条在国外从我鱼塘里杀出来的疯狗。现在想想，在国外和他的相处的点点滴滴，我的背后冷汗直冒。本以为我和裴商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过下去，反正都是凑合日子。可没想到裴商的初恋前段时间回国了，我就说裴商最近1个月有些不太对劲。之前每个星期被裴家逼着回到别墅，他都是一脸深仇大恨，恨不得见我一面就匆匆离开。现在居然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和我聊上几句，旁敲侧击地询问女孩子都喜欢什么。我要是看不出来他恋爱，那我在国外混迹情场的这些年可真的是白混了。白青回国后，裴商德心情肉眼可见地变好了。怎么今天突然心情不好？我虚着眼打了个哈欠，老公，我刚睡醒，没听到你说的什么。裴商没好气地重复了一遍他刚刚说过的话。我乖巧地嗯了一声，挂断电话。在裴商面前，我一直都扮演着温柔好妻子的角色，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反驳，对此他很满意，同时也省了我很多的麻烦。我可没空和他吵架。在裴商见不到我的日子里，我一直都在公司里，忙着让分公司在云城站稳脚跟。云城是裴、谢2家的地界，2家几乎垄断了所有市场。其他的公司想在这里站稳脚步，要么基于底层，要么取而代之。谢家子孙众多，在云城的关系盘根错节，继承人更是心狠手辣，想取缔他们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我没有疯到要把自己的公司给搭进去，裴家不一样，裴家只有裴商一个继承人，偏偏这个继承人还是个只知道情爱的草包。现在裴氏的控制权分散，他又长时间不出现在大众面前，导致裴家公司的股票一直在往下跌。
我安插在裴氏的人打探到的，基本也都和外界传闻一致。裴氏没有我想的那么难取缔。我答应和裴家联姻，不仅是为了躲开前任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沈家的公司，我必须享有和私生子同等的继承权。说起来可笑，都是我爸的孩子，我被流放到国外，而那个私生子却可以名正言顺地进沈氏的公司，这我可不乐意。沈氏再怎么样，也应该有我的一份。不过，我想要的可不止一份，我要的是整个沈氏。我爸是典型的重男轻女，我妈生我大出血，她第一反应是看我是男是女，而不是保我妈的命。是男孩就保我，是女孩就随便。不等她做出决定，我妈就大出血没了。我也因为是个女孩，一直不受我爸待见。在我15岁那年，他带了一个女人和男孩回家，那男孩和我差不多大，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像是一家人。我站在一旁，显得格格不入。成年后，我本来是可以进公司实习的，可我爸却不放心，把我塞进公司，借着让我出国进修的名义，和我断绝了关系，把我丢在国外，自生自灭。我记得我当时一滴泪都没掉。我爸的冷漠是我从小就见识到的，他的贪婪我也见过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成年的我不仅在国外开创了自己的公司，甚至还把分公司开到了国内，商场、情场我都混得风生水起。可那个私生子就不一样了，被我爸溺爱到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公司的事务。我爸在任时，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我爸给他铺的路。我爸把公司交给他仅仅半年，公司就濒临破产，不得已把我拉回来联姻。在我和裴商结婚半年后，被裴家注资的公司还是破产了。我本来是打算把它收到名下的，还没有动作就被人抢先一步。公司被收购的那天，我去了。坐在会议里，一副扭捏的小女人姿态。我爸不舍得骂他的宝贝儿子，就把一切推到我的头上，指责我不该进公司，进公司又不帮他的宝贝儿子。我低着头咬唇，是他愿意看到的受气模样，私底下却打算着一会找人把他们打一顿，先解解我心头的怨气。要不是怕亮出我的公司被他们粘上，我早就把沈氏收入囊中了。我太了解我爸了，只要他知道收购沈氏的是我以及我的公司，就会疯狂地从我手里扣资源，给他的儿子铺路。我辛辛苦苦拼搏的路，才不要给别人做嫁衣。我爸骂得口干舌燥，停下来。我靠在椅子上，眼眸微动。我只不过是有继承权，并没有进公司。是弟弟经营不善导致的破产，为什么要把借口安在我头上？明明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听到我这么说，私生子叫嚣着要来打我，我害怕，弓起身子躲了躲。这一幕刚好被来收购的谢长义看到，他狭长的眼睛微眯。沈氏还真是热闹。听到熟悉的语气，我弓起的身体一滞。还没等我从震惊里缓过来，就听到我爸呵斥：“坐在那里干什么？不知道去给谢总倒水？”没有一点眼色。我站起身，眼神在空中和谢长义交汇，他脸上挂着笑，眸子里却没有一丝笑意。沈小姐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，我心下一惊。谢长义是我在国外钓过的最后悔的一条鱼。出狱时在酒吧，我被他的这张纯良无害的脸吸引，脑袋一热，和他滚到了床上。和他在一起久了，发现谢长义才不是什么乖巧宝宝，他是条实打实的疯狗，对我有极强的掌控欲。我的事情他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，包括我名下有公司的事情，他甚至还主动教我怎么样管理公司，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要不是那天我看到他公寓地下室的铁链和贴满我照片的墙，我真的会觉得谢长义是一个很好的伴侣。他教会我在商场生存的本领，我却反手把人拉黑回国联姻。他对我有怨恨也是应该的，不过他该不会是要戳穿我隐藏了这么久的秘密吧？想到这里，我攥紧了拳头，看谢长义的眼神也带着冷冽。他敢说，我就敢和他们撕破脸皮，反正都是要被知道的，无非是比我的计划早了一点点。在场所有人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齐刷刷地把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我垂着眸子，眼眸微动。谢总认错人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谢总。谢长义食指弯曲，有规律地敲在桌子上，这是他不耐的表现。在国外，他不耐时都会把我按在怀里，把我亲得七荤八素的，逼着我说一些难以启齿的话。谢长义随意地抬眼，是吗？那或许是我记错了，哪怕他这么说，我也不敢放松警惕。谢长义长着一张慈悲脸，心却比蛇蝎还狠毒，耍阴招就和吃饭一样轻松。一直到他签完合同离开，我才真正松了口气，顾不上我爸和那个蠢货私生子看我的不满神色。我冷着脸从办公室离开，脑子的思绪乱飞。谢长义回国打破了我所有在国内发展的计划。要知道他是谢家的人，我是不会回云城的。电梯在地下车库开门，一双青筋突出的手拉住我的手腕，把我从电梯里拉了出去。谢长义肆意地吻着我，把我囚在墙和他的怀里。吱吱，我好想你。我抬手用力地掐住他的脖子。谢长义，你发什么疯？他被我掐着脖子，还笑得一脸荡漾，活像是一只吸人精气的狐狸精。吱吱，谢长义叫得缠绵，似乎是把我的名字拆开揉在了他的身体里。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巴掌。我结婚了。谢长义一愣，舌尖顶了顶被我打的那半边脸。我可以做小三。我被他的这番言论气笑了。堂堂谢氏继承人要给我做小三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都以为是我疯了。没遇到谢长义之前，我以为我够疯了，没想到他比我更疯。挂掉裴商的电话，我就刷到了他在朋友圈里的求助。被初恋拒绝了怎么办？很显然，他这条朋友圈忘记屏蔽我了。我笑了，他果然没什么魅力，不像我，不用约初恋，自己就会找上门。我翻看着这条朋友圈下面他狐朋狗友的评论：裴哥，还是你幸福，家里有嫂子，外面有亲姐，女孩子应该都喜欢浪漫吧？要不试试情侣餐厅？亲姐回来了，裴哥，那你可要抓紧机会，找个其他女人亲密，亲姐要吃醋就还喜欢你。我看着最后一条评论，脸色难看。裴商和我结婚后，出席活动除了带我就是带我，基本没什么女伴。他想让白青吃醋，被折腾的却是我。难道我也是你们推的一环吗？自从半年前被谢长义找到，他开始还不相信我已经结婚的事实，直到看到我和裴商一起出席宴会，才相信我真的结婚了。哪怕是这样，也没有打消他要和我在一起的心思，他反而还很享受我们之间偷情一般的感觉。我揉了揉发疼的眉心，看来取缔裴氏的行动要加快进程了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这段混乱的关系，应付谢长义一个人就够累的，再加上裴商的话，我真的吃不消。在国外，哪怕我玩的话，恋爱期间也是1对1，哪成想回国真变成八爪鱼了。临近傍晚，我刚从公司回到别墅，一进门就看到裴商坐在沙发上，穿得人模狗样。今晚有个宴会，一会你和我去。在公司忙了一整天，
我浑身都有些疲惫，我有些累。你让助理找其他的女伴陪你。裴商听到我的话，冷着脸。我在外面应酬，你在家里养尊处优，不是逛街就是看珠宝展，花着我的钱，你累什么？沈羲之，你是不是忘了你自己的身份？沈家已经破产了，你现在吃的用的都是花的裴家的钱，你怎么有脸跟我说累的？看着他咄咄逼人的嘴脸，我突然就不想装了。裴氏现在走下坡路，裴商还在为了知道白清喜不喜欢他而胡闹。裴家被取缔是迟早的事情，那倒不如让我帮他一把。善解人意哪里是我的本性？我本性是睚眦必报。我脱下外套，随意地丢在沙发上。裴商，你被白青拒绝到我这里撒气，你的那点破事不是我不知道，只是我不想说。我们结婚这1年，你什么时候给过我1分钱？我可不欠你什么。你要是想撕破脸皮离婚，我也奉陪。裴商起身，恼羞成怒，拽我的胳膊。我扭身躲过，他愤恨地看着我。你怎么不欠我？要不是因为你要和我联姻，青青怎么会离开我？沈羲之，你要是敢动青青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。神经病，自己懦弱不敢争取，还要找个人替你背锅。你那么爱白青，当年怎么不净身出户去寻找真爱？装模作样骗别人就算了，别把自己都骗进去了。不顾裴商的怒火，我转身上了楼。像裴商这样的男人，不一定是真的很爱白青，他只是想维持自己的深情人设，不然真正爱的2个人，除了死别，不会被拆散。裴商一边放不下富足生活，一边又渴望白青带给他的朦胧爱意，既要又要，好大的脸。我和裴商不欢而散，他一连2个月都没有回别墅。我忙着把分公司扩大，多的是的宴会和应酬，又暗戳戳的让助理一直收裴氏的散股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裴氏哪怕是没有之前景气，也比一些公司好上几10倍不止。我在应酬上喝到吐，整个人都有些醉醺醺的，但好歹是拿下了一些单子。在洗手间里吐过后，我的脑子清醒了不少。刚出洗手间，就看到被人簇拥着的裴商，他怀里搂着白青。这是我第1次见到他的初恋，整个人气质干练疏离，一副职场女强人的模样，和我业余时间看到的小说些不太一样。看起来并不是需要攀附裴商才能到达高位的样子，许是我的目光太过于炽热。裴商和白青齐齐地往我这里看过来，看到我红着眼眶站在洗手间门口，裴商停下了脚步，他面色不善。沈羲之，你跟踪我？我们结婚时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，裴家可以给你资金，别奢望我会爱你。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，现在又摆出这副样子给谁看？我胃里一阵翻涌，在饭桌上吃的东西已经吐完了，现在胃里没什么东西，忍不住干呕起来。裴商往我这里走了一步，白青就后退一步，他站在一旁，就像是一个旁观者。裴总有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他扭头走得干脆利落。裴商深深地看我一眼，丝毫不在意这里还有其他知道我们结婚的人，转身去追了白青。那些人都看着我，我吐了一番，眼眶更红了。看着他们2人你追我赶的情景，我拿出手机拍照，反手发给了于季。裴氏继承人出轨的词条很快就上了热搜。裴父第1时间打电话让我和裴商一起回老宅。老宅里，裴商跪在祠堂里，他背上已经挨了好几道鞭子，血浸湿了他的白衬衫。裴父拿着鞭子，恨铁不成钢，混账东西，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了？
放着自己的妻子不管，去管一个要插足你家庭的小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公司现在什么样子你不知道？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还满心情爱，我怎么就生了个你这样的儿子？你知不知道公司现在经不起折腾，董事会对你非常的不满意，你这是要逼着我把打拼的公司让给别人。不知道那个字眼戳到了裴商的心窝子，他攥紧了拳头。青青才不是要插足我家庭的小三，她是我的爱人。沈羲之才是拆散我们两个的罪魁祸首。1年前是我太懦弱，不敢和你们反抗，错过了青青。现在他回来了，我要和他在一起，哪怕是被你们赶出家门，我也要。我要和沈羲之离婚。裴父气的又给了他几鞭子，混账东西，到底是亲生的。裴父没有下毒手，裴商挨了这几鞭，仿佛是铁了心要和我离婚，和白青在一起。我站在一旁挑眉，也不知道白青给裴商灌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他这么为他着迷。不过这也恰巧证明了一点，白青是个有手段的女人，能让裴商为她抛弃一切。裴父把鞭子摔在一旁，过来宽慰我：芝芝，这个混账东西现在是被鬼迷心窍了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只要有爸在，爸一定不会让他跟你离婚的。他拍了拍我的手背，示意我安心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：爸，这1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我家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裴商既然不喜欢我，那我们的婚姻就像是笼子，豢养了我和裴商2只鸟。1只笼，2只鸟，总有一只是要离开的，不如我离开成全他们，也算是对裴商的弥补。裴家二老拉着我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都被我制止。爸妈，你们不用再说了，这件事我已经想好了。裴商我们2个人不合适。裴母叹了口气，裴商这个混小子过得太顺风顺水了，他早晚有吃亏的一天。我笑了笑没接话。裴氏还能撑多长时间？裴商又能顺风顺水多久？从老宅出来，我就看到谢长义那辆拉风的法拉利，他从车上下来，整个人像是孔雀开屏一样。芝芝，这么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？我看到热搜就赶回来了，需不需要我帮你收拾那个渣男？谢长义把我抱进怀里，声音带着浓浓的笑意。我推搡着把人塞进车里，在老宅门口拉拉扯扯，要是被人看到，这婚离不离得成还不好说。一上车，谢长义就扣住我的脑袋吻了下来，我被迫承受着他热烈的吻。芝芝，我好想你，和你老公离婚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，我比他对你好，比他帅，比他大，比他持久。谢长义越说越歪，他说到最后，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，真的是什么都敢说。我狠狠地掐了他胳膊一把。开车。谢长义被我掐也没有恼，笑得一脸甜蜜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芝芝其实也很爱我，对吧？论歪理，我说不过他，干脆闭上眼睛假寐。这几天处理裴商热搜和裴氏股票的事情有点累，我居然真的在车上睡着了。再醒来已经是下午了，我和谢长义都睡在车上，一扭头就能看到他安静的睡颜，精致的就像是摆在橱窗的布娃娃。在夕阳的余晖下，他的每一缕发丝好像都在发光。在国外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，我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谢长义的脸，手还没碰到就被我收了回来。情情爱爱哪有搞钱重要？我才不要步入我妈的后尘。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背叛我，钱不会。正当我想下车时，谢长义放在一旁的手机发来了一条消息。我恍惚间在上面看到了白青的名字，还没等我仔细看，谢长义大手一揽，
勾上我的腰。芝芝，今晚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我哄着他。乖，别闹。谢长义歪着头，语气低落。那我送芝芝回家。话是这么说的，手却依旧放在我的腰上，纹丝不动，眼神粘在我身上都能拉出丝来。我拍了拍他的头，刚刚看到有人给你发消息，你不看看？谢长义极其自然地拿起手机，什么东西都没有芝芝重要，要是芝芝能留下陪我就好了。我撇了撇嘴，还是没有留在谢长义家过夜。裴商挨了一遭，在医院里住了1个月，出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离婚，还威胁裴家二老，不同意我们离婚，他就不吃饭。二老就这一个宝贝儿子，拗不过他只能依着他。离婚手续有裴家的介入，走得很快，裴家也很大方，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给了我，并且又给了我3%的股权，也算是对我这1年的补偿。离婚当天是白青陪着裴商来的，他眼神里隐隐约约带着期待。期待什么呢？是裴商和我离婚后会娶她吗？离婚证到手，裴商在我面前搂着白青，青青，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了。白青的目光往我这里瞟了一眼，像是怕我会和裴商复婚一样。他们2人着急忙慌地离开了民政局。我和裴商离婚的消息传出去后，谢长义是最先找上门的。他二话不说，拉着我就去民政局领证，急切的样子就像是狗看到了骨头。我死命地扒着车门，不愿意下车。刚出龙潭，又进虎穴。芝芝，我只是想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，更何况是我先遇到的你，你本来就是属于我的，别抗拒我。谢长义诱哄我的样子，像是狼外婆哄着小红帽进门后打算一口吞掉。芝芝，难道你不喜欢我了吗？谢长义松了扯拽我的力气，垂着头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心一软，被他骗得底裤都不剩了。果然，心疼男人倒霉8辈子。谢长义出了民政局的门，笑得一脸灿烂，气得我直接上去给了他一拳。谢长义，他的脸被我打歪过去，又笑嘻嘻地凑上来。芝芝，木已成舟，你要是生气就多打我几拳，我是不会反抗的。打你还把你打爽了是吗？谢长义嘴角噙着笑，看到芝芝就爽了。我轻啧一声，妈的，死变态！和裴商离婚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沈家的那群人耳朵里。我爸带着他们一家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别墅里。沈羲之，谁让你跟裴商离婚的？你简直是我们沈家的耻辱！你还要不要脸？现在哪有人要2婚的女人？你要是和裴商离婚，你就别回沈家了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我不急不慢地拨通了安保的电话。你好，有人私闯民宅，麻烦你们来处理一下。我爸上前一步，直接打掉我的电话。我冷下脸，后退一步。沈先生，你忘了，你把我丢在国外时，就已经和我断绝了父女关系。我跟着你回国嫁给裴商，你真以为是我听你的话？我在你眼里算什么？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丢掉的东西，必要时把我拉出来挡刀，没必要时根本想不起来我这个女儿在哪里。沈家不是破产了，我为什么要回那个破烂的公寓？我爸脸色难看，私生子推开我往屋里闯。爸，我不要住那个破地方，我要住这个别墅，你让这个贱女人滚出去。几年不见，原本那个和我差不多的私生子，现在长得和死猪一样胖。他把我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没站稳。我爸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冲着私生子笑得慈爱：你姐的就是你的，你想怎么住怎么住。我没有制止他们往里面冲的步伐，
而是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手机报警。现在破产的沈家那还不是随我拿捏，警察来的比我想的还要快。不过短短半个小时，那一家子已经把保姆收拾好的别墅搞得一团糟。私生子见我进门，对我吆五喝六：“贱女人，你站在哪里干什么？不知道过来给我倒水，是打算噎死我？”我转头：“警察叔叔，就是他们私闯民宅，而且我价值300万的戒指也不见了。”听到我说的话，原本还在沙发上趾高气扬的私生子脸色一僵。我爸出来打哈哈：“警察同志，这位是我的女儿，我们只是闹了一点矛盾，我不认识他们。”最后警察还是把人带回了警局。至于我那丢了的300万的戒指，自然也是从私生子的口袋里找了出来。这性质就变了，从私闯民宅到入室盗窃，盗窃金额庞大，私生子最少要在牢里坐3-5年。得知私生子要坐牢的消息，我爸在警局恍若天塌了，他整个人从椅子上滑落。错了，错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儿子才不会偷东西，一定是沈西之故意陷害他的，你们好好查查，一定是弄错了。警察不耐烦地拿出证据，我爸还是不信，在警局大闹一通。现在的沈家根本没能力把私生子保释出来，更没有能力平息这些事情。我爸被赶了出来，整个人苍老了很多。我和谢长义去做补录时，见到了他白了一半的头发，他看到我依旧是当作没看到。做完补录出来，我把玩着那枚300万的戒指，这枚戒指一直放在卧室的抽屉里，当然不是私生子偷得，是我那天故意带出来，趁他推我的一把，放在他口袋里的。没脑子的东西也想从我手里夺走东西，想都别想。听说私生子进去后，我爸和那个女人天天吵架，两人都埋怨对方害了那个私生子。我爸一怒之下，把人从小区5楼的窗台上推了下去。女人没有当场死亡，被送到医院。我爸害怕，直接跑了，只不过没跑多远就被捕入狱，也算是恶有恶报。事情都在往我预料的方向发展。裴氏被裴商接手后，白青陪在他左右，替他出谋划策。裴商听白青的计划，成功把摇摇欲坠的裴氏扶了起来。公司日益变好后，裴商又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。对白青的感情也在这半年的磨合里耗光。他对白青阳奉阴违，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，永远维持着关系很好的假面，私底下两人谁也不理谁。白青知道这件事后，也不愿意再插手裴商公司的事情，两人貌合神离。助理给我汇报这些事情时，我唇角微勾。裴商离了白青又算得了什么？果不其然，都不用我出手，裴商自己就把自己给玩进去了。裴氏食品毒死人的热搜一夜之间在微博上爆了出来。裴商从来没处理过这种事情，之前这些事情都是交给裴家二老处理的，可现阶段裴家二老没了实权，也帮不上他什么。裴商不仅没有快速澄清，反而带着白青招摇过市。在宴会上，我和裴商的目光对上，他震惊地看着站在谢长义身边的我，又看了看自己身边的白青，一时间的落差让他有些错愕。我跟着谢长义游走在宴会上，结识了不少云城里的上流人士，还有不少是和我合作过的合作方。但凡是和我合作过的，都对我赞不绝口。走到裴商面前时，他下意识地松开了白青的手，顾不上白青难看的脸色，他上前一步想拉我的手，被谢长义打掉。裴总，有空在这里参加宴会，怎么没空澄清一下热搜？裴商不顾谢长义的不满，
芝芝，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芝芝，难道你和他在一起了吗？谢长义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怎么能和他在一起？太危险了！谢长义冷着脸，隔绝了裴商看我的目光。裴总，我老婆为什么不能和我在一起？裴商人直接愣住。芝芝，你们结婚了？你怎么能他结婚？他从谢家那些恶鬼里爬出来的人，能是什么好人？而且他在国外玩得特别花，换女人如同换衣服。不过你不清楚，这些没关系，我现在跟你说也不迟，你不要被他迷惑了。一时间，宴会上的气息因为裴商的话凝滞，谢长义周身泛着冷冽的气息。我拉住他的手腕，示意他别生气。白青被裴商松开，本来就脸色难看，如今裴商更是对着我这个前妻殷勤不已，他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。他红唇一张一合，却没出声，但我还是看懂了他的唇语，他在说蠢货。我敛下心底的那些疑虑。裴商，谢长义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更清楚，你没必要来挑拨我们的夫妻关系。我们婚姻期间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，你也没必要在这里上演一出深情的戏码。整个云城谁不知道你的心头好是白青？现在白青在你身旁，你却对着我这个有夫之妇献殷勤，不太合适吧？裴商站在原地抿唇，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白青，那是他不惜和我离婚都要在一起的人。可自从裴氏好起来后，他就在嫌弃白青太能干，完全压住了他的风头，更不愿意相信自己现在得到的都是白青替他出谋划策的。这让一向高傲的裴商不爽，他不愿意承认他自己比不上一个女人，他私心的想和白青结婚，让他像我之前一样在家相夫教子。可惜白青怎么会甘愿做一个家庭妇女？我查过她的背景，她从山村里一步一步爬出来，走到现在的位置，怎么会愿意抛弃现在的一切？人就是这样，得到权力怎么会愿意放手？裴商就像当初为了白青抛弃我一样，果断地抛弃了白青。芝芝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对你的感情，和你分开后我才知道，其实我是爱你的。这1年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，我是喜欢你的，你相信我。裴商上前一步就被谢长义一脚踹了出去。裴商，你当我是死的，当着我的面撬我的老婆，有空还是多关心你们裴氏的死活，别到时候人财两空。谢长义拉着我的手从裴商身边走过，他狠狠地剜了地上的裴商一眼。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堆里，再出现在我和我老婆面前，我见你一次打一次。可惜的是，谢长义的话并没有起什么作用，裴商还是时常在我面前出现，不过也没缠着我很久。裴氏的危机越闹越大，受害者的家属都闹到了裴氏公司的门口。裴商在公司不得人心，这么大的事也没有人给他出公关的方案，他只能漠视这件事情。眼看着裴氏马上就要破产，我已经让助理做好了完全的准备，丝毫没想到裴商会病急乱投医，打算他的死对头公司合作，也就是我在国内开的分公司。他把合同递到公司时，我还有些震惊。饶是裴商再怎么没脑子，也应该知道我是他的死对头，不是能和他合作的对象。我驳回了裴商的合同，不想再和他有什么交集，哪成想他会直接闯进我的公司里。裴商原本祈求的表情在见到我之后就变了，他看我的眼神仿佛带着爱意。芝芝，你怎么没和我说过你还有个公司？我以为你一直在家。他的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了。以为什么？以为我一直在家盼着你回来？
把你当成我的天，我的地。清朝都已经亡了，你思想怎么还没解放？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攀附你的菟丝花，只是你潜意识的把我认作是你身上的一部分，以为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。在遇到我时，又发现我是在艰苦环境里也能盛放的凌霄花。我知道你想说你喜欢我，可我们都心知肚明，你并不喜欢我，你只是喜欢攀附你的菟丝花。不，你喜欢的永远是前任，而不是身边陪着你的人。我温柔小意，你觉得我不独立。白青独立自主，你嫌弃他夺了你的风头。裴商，你爱谁呀？你谁也不爱，只爱你自己一个人。我之前就告诉过你，不要演着演着把自己都骗了。裴商脸色变了又变，他想说的话都被我反驳了回去。吱吱，裴商，裴氏走到现在的这个份上，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怨不了任何人。情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没有人会依靠着感情过一辈子。是你把感情看得太重了，你前半生太顺利了，顺利的让你完全不知道商界上的残忍。裴氏白花花的一块肉落在你手里，有不少恶狼都在等着他破产。裴商，这次没有人帮得了你。他拼命地摇头，试图否认我说的事实。裴家二老把他保护得太好了，导致他认为感情比钱重要，只要感情好，就能足以对抗全世界。可是在这个利益场上，最无用的就是感情。裴商在我这里碰了一鼻子灰，裴氏的股票大跳水，不少员工跳槽，偌大的裴氏在这半年里几乎分崩瓦解。裴氏破产后，我迅速接收这个烂摊子，飞速的在云城扎根。这段时间我忙前忙后，忙到谢长义要订机票才能见到我一面的程度。他时常和我抱怨，沈总，你什么时候回家陪陪你的小娇妻？乖，等我忙完。谢长义愤愤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沈羲之，这是你这个月对我说的第18次，你给我画的饼，冰箱都放不下，换个冰箱，我明天就找人给你换。沈羲之，谢长义气急败坏地挂断了我的电话，我无奈地笑了笑。谢长义闹起脾气来就像是小孩子一样，要让人纵着、哄着、惯着。不过我也乐意哄他。处理完国外的事务，我飞速地订了回国的机票。一连半个月没见，我还挺想谢长义的。下了飞机，我立马往家赶。刚出电梯，就看到白青站在楼道旁，身边还站着谢长义。两人见到我，一脸诧异，尤其是3个小时前还在和我撒娇闹别扭的谢长义。他丢掉手里的烟，拍了拍身上莫须有的灰尘。吱吱，不是说忙不能回来吗？他抿着唇，颇有些心虚。白青站在他身后，恭恭敬敬地叫了我一声夫人。一个荒诞的想法在我脑海里诞生。我瞥了谢长义一眼，把门打开，让白青进来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谢长义不想让别人进我们的家，他别扭地挡在白青面前，不让他进去。你想知道，我都跟你说，别让他进去。我只想房间里有我们的味道。白青很识相，那老板，夫人，我就先走了。他走后，谢长义整个人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靠在我身上。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谢长义和我的相遇真的是偶然，属于是我们2个人都没想到的发展剧情。他认识我越久越清楚我的本性，我的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可是谢长义有偏执型人格缺陷，他认定了一件事，一个东西就没有放弃的道理，更何况是我这个人。在发现我被人请回国时，他第一反应是我被挟持了，他怕我会出什么事，恨不得飞快到我的面前。但国外的事情又绊住了他的脚，
他只能让人先回国调查我的消息。调查后才发现，我根本不是被人胁迫，而是心甘情愿地跟着我爸回国的。谢长义哪里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被我利用后甩了的意思。谢长义知道这个消息后，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我抓回来关起来，但他也清楚这样只会把我推得越来越远，只好忍着那股怒气。谢长义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来见我，见到我的第一面，他满腔的怒火就消散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我的思念。他克制的没有把我们的事情捅出来，反而是把我堵在电梯口，哪怕是知道我已经结婚了，也不愿意放手。在他的潜意识里，我就应该是他的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我是独属于谢长义的。他知道我的结婚对象是裴商，故意让白青去接近他，让白青撺掇着裴商和我离婚。原本我们离婚后，白青就应该停止这段关系的，可他和裴商的情谊，让他又在裴商身边留了一段时间。他是想和裴商一起把裴氏经营好的，可没想到裴商是个难以扶上墙的烂泥。他并不感激白青的所作所为，还觉得白青太强势能干，试图把一个女强人变成一个家庭主妇。白青不愿意，果断地抛弃了他。近期裴氏的烂摊子完全交接完之后，才回到谢长义身边，没想到就被我给撞到了。谢长义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我后，还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神色，生怕我有什么不高兴。我揉了揉他蓬松的发顶，从我见识到我爸对我妈的绝情，我就知道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却最磨人的东西。我爸和我妈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，在他们那个时代里，这是宝贵的情谊。两人的感情深厚到根本插不下第三人。哪怕是这样，我爸不是照样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子吗？我不相信不变的感情，那种不能掌控的东西让我害怕、恐惧，所以我在国外男伴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扎的就是一个明明白白。直到遇上了谢长义，他的感情就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，把我包裹在里面。等到我发现我已经深陷其中，插翅难飞。老婆，可以给我亲亲了吗？我主动勾搭上谢长义的脖子，拉着他一起沉沦。这一刻，我只想及时行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